高考后，班花建议全班在泰山山顶填高考志愿，我出言劝阻，却被骂嫉妒，男友还因此要跟我分手。结果班花在山顶改了所有人密码，害得大家差点全部落榜。我冒死下山救了他们，摔断了腿。可上大学后，他们却说我害得班花落榜，男友更是实名举报我是小三，害我全家被网暴，父母为救我被活活烧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班花提议爬山的那天，讲台上。班主任正在叮嘱高考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。同学们，志愿填报系统是6月29日下午6点准时关闭，大家千万别拖到最后。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：“老师，我有话说。”循声看去，只见班花柳如烟故作娇羞地开口说道：“同学们，我们一起寒窗苦读这么多年，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。我觉得填志愿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应该有点仪式感。我提议大家把志愿系统的登录密码改成一样的，一起在泰山之巅，在太阳升起那一刻，一起填报志愿，这叫一览众山小，前程似锦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响起一片叫好声。哇，好浪漫，有创意，不愧是如烟。泰山顶上填志愿，牛逼啊！我看着他那造作的样子，双手不自觉地攥紧。前世，我就是在这时提出了反对。柳如烟，这太冒险了。泰山顶上人多，网络信号不稳定，志愿填报是大事，不能儿戏。但所有人都被他的伪装给欺骗了。一个叫韩征的男生当时就站起来对我：“思妍，你是不是看如烟受欢迎，你嫉妒啊？一天到晚摆着你那学习委员的臭架子，你烦不烦啊？跟个小丑一样。”甚至连我男朋友叶晨都警告我：“思妍，我告诉你，别让我再发现你吃醋。如烟只是性格活泼，提议也是为了大家开心，我不需要你这么小气的女朋友，真给我丢人。”结果在截止填报的最后一天，全班爬上了泰山，所有人都在忙着拍照发朋友圈，柳如烟却躲在厕所里改了我们所有人的密码。她考的成绩太差，自己上不了大学，他想拖着所有人一起复读。天降暴雨，雷电交加，山顶信号全无，验证码收不到，密码找不回，下山的缆车也停运了。而我收集了全班的手机和身份证信息，一个人趟着齐腰深的雨水，在漆黑的山路上下山，一不小心摔断了腿。我忍着剧痛，爬到山脚下有信号的地方，在系统关闭前的最后1分钟，我成功帮除了柳如烟以外的所有人填报了志愿。而因为我不知道柳如烟的密码，导致没有报上，落榜了。后来他当了有钱人的小三，被原配发现，打死在街头。结果那些感激我的同学们集体翻脸了。思妍，班主任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你是学委，你觉得如烟的提议怎么样？这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叶晨用警告的眼神盯着我，韩征脸上带着不屑的嘲笑，柳如烟则是一脸无辜，好像她真的只是为了同学情。他们大概以为我会长篇大论的分析利弊，像个扫兴的老妈子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淡定地回答道：“我觉得挺好的。”刚才吵闹的教室里瞬间安静了。叶晨愣住了，韩征的嘴张成了 O 型，柳如烟的笑容也僵住了。我环视四周，看着这些即将把我送上绝路的面孔。柳如烟说的对，仪式感很重要。泰山顶上填志愿，多有纪念意义啊！我全力支持。柳如烟最先反应过来，高兴地鼓起掌。太好了，老师，您看，连我们的大学霸思妍都同意了。班主任虽然有些犹豫，但全班情绪高涨，他也不好扫兴。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提前规划好时间，密码统一的事情你们自己决定，但一定要保管好个人信息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太棒了，泰山，我们来了！叶晨走到我身边，一脸得意。小妍，你今天怎么想通了？我就说嘛，别老是那么较真，大家开心最重要。说着就想来拉我的手，我侧身躲开，一脸冷漠地回复道：“开心最重要。”叶晨的手僵在半空，有点尴尬。柳如烟跑过来，亲热地挽住叶晨的胳膊，丝毫不在意我这个正牌女友。阿晨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个分数报北京的985有希望吗？看着250分的成绩，叶晨一脸宠溺。当然有希望，你这么聪明，运气又好，肯定能冲上去。我看着这对狗男女，心里一阵反胃。随即柳如烟大声提议：“那我们现在就统一密码吧，为了好记，就用我们班级的数字加我生日吧，200520，大家都没意见吧？”所有人点头如捣蒜，他们一个个拿出手机，修改起了自己的高考志愿系统密码。我也拿出了手机，在所有人看不见的角度，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。柳如烟，你声音大点，再说一遍统一密码是啥？我故意问道。柳如烟得意地扬起下巴，200520，大家记住啊，这是我们的青春密码。好嘞，记住了。大家纷纷附和。我把录音保存好，然后跟着他们把密码改成了200520。回家后，我登上了报考系统，分数703，省排名前50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北大学，然后点击了提交。我回到房间，开始准备我的泰山型装备。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最先进的微型摄像头，伪装成1颗纽扣，我把它缝在了我准备穿的冲锋衣的胸口位置，还有一块大容量的充电宝，一个信号增强器。我还买了一个运动手表，可以实时监测心率和定位，并且有 SOS 功能。出发前一天，我打开班级群，柳如烟正在得意洋洋地晒她的洛丽塔裙子。爬山也要美美的，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下面一片吹捧。
仙女下凡，到时候我给你扛行李。如烟，你穿这个爬山不累吗？为了美，累点算什么？思妍，你准备穿什么呀？不会又是你那件土的掉渣的运动服吧？前世我看到这条消息，心里很难受，觉得自卑。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不，我准备穿兽医。群里安静了几秒后，所有人开始了对我的口诛笔伐。思妍，你什么意思？开玩笑也要有个度。思妍，你神经病啊！快给如烟道歉！妈的，晦气！思妍，你是不是考得太好，疯了？见状我笑了笑，为谁准备的兽医，很快你们就知道了。6月28日晚10点，我们到达了泰山脚下，开始爬山。刚开始大家体力充沛，有说有笑。柳如烟穿着那身累赘的裙子，没走多久就开始娇喘吁吁。阿晨，我走不动了。她拉着为叶晨的袖子撒娇，叶晨立刻心疼了。累了就休息会儿，来，我背你一段。不用不用，柳如烟故作坚强，我能坚持。这是我们的仪式感吗？我默默跟在队伍最后面，保持着均匀的体力。冲锋衣胸口的纽扣摄像头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。到了南天门后，大部分同学已经累瘫了。不行了，我一步都走不动了。腿要断了。柳如烟直接坐在地上开始哭。早知道这么累，我就不来了。叶晨蹲在她身边，轻声哄着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我们找个地方休息，明天一早去看日出，然后填志愿。大家在山顶找了家宾馆，价格贵得离谱。柳如烟非要住单间，叶晨二话不说给她付了钱。其他同学只能几个人挤一个大通铺。我租了一件军大衣，在宾馆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个位置，只为了监视柳如烟。我知道她的计划快要实施了。6月29日凌晨4点，大家被叫醒去看日出。山顶的风很大，很冷。柳如烟裹着军大衣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但还是坚持要拍照。阿晨，快给我拍一张！日出很美，金色的光芒洒在云海之上，所有人都兴奋起来，拿出手机。信号好差呀，我的只有1格，我的5G 变成1了。这和我前世记忆中的一样，山顶人太多，基站负荷过载，信号极差。而今天是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，下午6点截止。拍完日出，大家回到宾馆，准备进行那个神圣的仪式。柳如烟又恢复了活力，开始组织起了大家。来来来，大家准备好手机，我们一起倒数，然后登录系统，填报志愿。同学们都很激动，纷纷拿出手机。我好紧张啊，我们要一起上大学。我坐在角落里，打开了手机的录屏功能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瞄了一眼时间，又看了看大家。哎呀，肚子好疼，我先去个厕所，大家等我一会，千万要等我啊！随即，他捂着肚子，拿起了他的包，匆匆走向卫生间。我心中暗笑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站起来，假装去接热水，走到了卫生间附近。我站在洗手池边，低着头，耳朵听到隔间里传来轻微的按键声。他开始在用那个统一的密码200520登录每一个同学的账号，然后把密码随机改成一串乱码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很熟练，明显是早有预谋。可让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，我昨晚趁着混乱的时候，在他包的挂饰上粘了一个微型窃听器。通过微型窃听器，他的自言自语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机里。韩征，密码改成，呵呵，你还想上重本？曹美丽，改成这个，祝你复读愉快。改到叶晨时，他顿了一下。阿晨，对不起了，你只能陪我复读了。闻言，我内心泛起一股寒意，他居然连叶晨他都没放过。最后，他登录了我的账号。思妍703分，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毒。凭什么你考这么好？你以为你能上清北？做梦去吧！他把我的密码也改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可惜我的志愿早在前天就已经填好了。柳如烟忙活了半个小时才从厕所出来，她脸色有些疲惫，但眼神里却藏着兴奋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大家开始吧！3、2、1，登录！大家齐刷刷的点击登录，1秒、2秒、3秒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密码错误？我的也是。怎么可能？不是统一改成200520了吗？我也是错误。慢慢的，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密码不对了。柳如烟装作惊讶的样子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也登不上了。她把手机屏幕亮给大家看，上面确实显示密码错误。原来她为了掩人耳目，把自己账号的密码也改了。怎么办？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刚才还看到有人能登进去。见状，叶晨有些急了。大家再试试，是不是输错了？大家又试了几次，结果一样，密码错误。韩征急得满头大汗。完蛋了，是不是有人盗号了？有人开始尝试找回密码，需要手机验证码。我收不到验证码，信号太差了。我也是，一直转圈圈。恐慌开始蔓延。看着柳如烟假装焦急，嘴角却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我心中窃喜。柳如烟，你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风暴了吗？山顶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几十个学生脸色煞白，手指疯狂地戳着手机屏幕。收不到验证码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怎么办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谁妈改了我们的密码？韩征暴躁地吼了一声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部下意识地落在我身上。思妍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闻言我笑了，谁知我还没说话，柳如烟先开口了。她眼眶通红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阿晨，你怎么能怀疑小妍呢？她肯定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说着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拉住我的手。小妍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你是学委，你最懂这些了。我心中冷笑，这演技不当演员可惜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
我的密码也被改了。我把手机亮给他看，登录页面赫然写着密码错误。柳如烟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可是你是我们班最厉害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求求你帮帮大家。”他这一哭，其他同学也绷不住了。思妍，你别记仇啊，之前是我们不对。学伟，救命啊！我不想复读。你上次不是说你认识什么黑客吗？能不能破解一下？前世的我就在这时心软了，冒死下山救了他们所有人。可结果呢？看着他们一张张焦急、恐惧又带着希冀的脸，我声音冰冷的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，黑客是犯法的。”叶晨急了：“思妍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？这是大家的前途。”我看着他，冷哼一声：“我的前途我自己负责，你们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此时，柳如烟突然尖叫一声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厕所附近。”见我态度坚决，柳如烟转身找起了替罪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在厕所附近。谁？柳如烟的手指颤抖着，指向了班里一个平时最内向的女生王小雨。我好像看到王小雨刚才也去了厕所，而且去了很久。闻言，王小雨吓得一哆嗦，脸瞬间惨白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拉肚子。柳如烟咄咄逼人：“你拉肚子需要半个小时，我们密码都被改了，就你在那段时间去了厕所。”王小雨急得哭了：“真的不是我，我自己的密码也被改了。”韩征冲过去，一把抓住王小雨的衣领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快把密码改回来！”场面一片混乱。我看着柳如烟，她真是个天生的恶魔，为了自保，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。就在这时，天色突然暗了下来，乌云压顶，狂风大作，一声惊雷在头顶炸响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，暴雨倾盆，窗外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，信号彻底没了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绝望的气氛在蔓延，有人开始哭，怎么办呢？下午6点就截止了。这时，宾馆老板开口说道：“这天气下山的路封了，缆车也停运了，你们别想下去了。”这句话彻底击溃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。得知下山的路封了，韩征瘫坐在地上。复读，我要复读了。叶晨脸色铁青，他狠狠地盯着我。思妍，你满意了？你早就知道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点点头，毫不掩饰我的幸灾乐祸。我满意了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叶晨说着就要冲过来抢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有没有信号？你是不是提前填好了？我早有准备，侧身一躲，顺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叶晨僵住了，别碰我！我声音比刀锋还冷，再靠近一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们印象中的思妍是刻板的，是好欺负的，是烂好人，从来没见过我这样。柳如烟装模作样的尖叫了起来：“思妍，你疯了！”我没疯，我只是不想再当傻子了。前世我摔断了腿，在山脚下爬了2个小时才找到信号，我救了你们，你们却以怨报德。这一世你们就好好享受这绝望的滋味吧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雨没有停的意思，反而越下越大，山洪爆发的声音隐约传来。宾馆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骂，有人在祈祷。柳如烟缩在叶晨怀里，瑟瑟发抖。她可能也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，她只是让大家错过填报时间，但没想过把自己也困死在山上。下午4点，距离截止还有2个小时，雨势稍小了一些。韩征突然站起来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下山。”见雨势稍小了一些，韩征突然站起来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下山。”宾馆老板拦住他：“小伙子，不要命了！现在下山，路都冲垮了，全是泥石流。”岂料韩征一把推开老板：“滚开！老子不想复读。”说完，他就冲进了雨幕里。谁知叶晨也站了起来，我也去。他回头看了看柳如烟，又看了看我。思妍，你真的这么绝情？我没说话，只是得意地把玩着手里的手机。好，算我叶晨瞎了眼。他跟着韩征冲了出去，其他几个男生也跟着跑了出去。柳如烟直接被吓哭了。阿晨，你回来，危险！我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危险了。前世我下山的时候，你们可是一个个都把手机塞给我，让我快点去。不到半个小时，韩征他们回来了，浑身泥水，狼狈不堪。韩征的胳膊被划了一道大口子，血和雨水混在一起。不行，根本走不了。叶晨绝望地说道：“前面的路塌方了，全是泥水，下去就是死。”韩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妈知道我要复读，会打死我的。柳如烟也哭了，但她的哭声里更多的是恐惧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大家最后都填不上志愿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她这个提议者。下午5点，还有截至还剩最后1个小时，雨停了，天空出现了一丝光亮。这时，有人突然大喊：“有信号了！”听到有人说有信号了，大家疯狂地拿起手机，尝试找回密码，但是已经太晚了，验证码的短信都堵在了路上，偶尔有1-2个收到验证码的，登录进去，系统也卡得要死，进不去，网页打不开，系统崩了。全国几百万考生都在最后时刻抢着登录，服务器根本承受不住。我看着我的手机，信号满格，是我的信号增强器起了作用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像看一群垂死挣扎的蚂蚁。下午5点50分，哭声一片。突然，柳如烟看向我，眼神怨毒：“思妍，你的手机呢？你的手机信号应该很好吧？快帮我登录！”说着，他冲过来想抢我的手机，被我一把推开。他穿着洛丽塔裙子，摔在地上，沾满了泥水。场面甚是可笑。柳如烟尖叫着喊道：“你敢打我！”叶晨赶紧扶起柳如烟，愤怒地瞪着我：“思妍，你太过分了！
闻言我笑了，我过分？到底是谁提议来这里的？是谁把密码改成一样的？又是谁把所有人的密码都篡改了？我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在人群中引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柳如烟身上，她的脸瞬间白了。什么？密码是被人改的？柳如烟，思妍说的是真的吗？是你改的？叶晨愣住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怀里的柳如烟，柳如烟的身体抖得像筛糠，他拼命摇头，不是我，思妍，你血口喷人，你自己冷血不帮大家，还想污蔑我？他哭得梨花带雨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自己的志愿也没填啊。对啊，如烟自己也没填，她怎么会害大家？有几个他的舔狗帮腔，我冷笑一声，走到人群中间，因为他只考了370分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场死寂。听到我说柳如烟只考了370分，全场死寂。这点分数在我们这个高考大省，连个好点的大专都上不了。而他之前天天吹嘘自己能上985，你胡说！柳如烟尖叫着反驳：“我考了590，是吗？你有胆子把你的成绩单给大家看看吗？”柳如烟一时语塞了，见状我直接打开我的手机，点开录音。韩征，密码改成，呵呵，你还想上重本？王丽丽改成这个，祝你复读愉快。叶晨，阿晨，对不起了，你只能陪我复读了。思妍，703分，凭什么你考这么好？你以为你能上清北？做梦去吧！柳如烟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宾馆大厅里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插在同学们的心上，所有人的脸都变了，愤怒、震惊、不敢置信。叶晨的手从柳如烟的肩膀上滑落，他脸色惨白，看着柳如烟像看一个怪物。如烟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柳如烟彻底崩溃了，她尖叫着想来抢我的手机。思妍，你偷录我，这是犯法的。我侧身躲开，她扑了个空。我还有视频。我点开微型摄像头的录像，视频里清晰拍到柳如烟拿着一张写满名字的纸，鬼鬼祟祟地进了厕所，足足待了半个小时。出来的时候，她把那张纸撕碎，冲进了马桶，铁证如山。韩征第一个爆发了。柳如烟，他冲上去，一巴掌扇在柳如烟脸上，啪，清脆响亮，柳如烟摔倒了地上，华丽的裙子彻底变成了破布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害死我了！其他同学也疯了，一拥而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叶晨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被人群殴的柳如烟，他没有上前阻止，眼神里是幻灭，是愤怒，还有深深的恐惧。柳如烟在地上尖叫、呼喊、求饶：“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思妍，都是思妍逼我的，她看不起我，真是死到临头。”还要拉我垫背。我走到叶晨面前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把你的密码也改了，让你陪他复读。叶晨的身体晃了晃，他捂着脸蹲在地上。这个天之骄子，前途一片光明的男孩彻底崩溃了。下午6点整，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准时关闭。那一瞬间，仿佛听到了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。柳如烟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，头发散乱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身上的裙子被撕烂了。同学们也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木已成舟。他们的高考以一种最荒唐、最可笑的方式结束了。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我的录取状态，已提交，待录取，清北大学。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们。思妍，你填了志愿？叶晨猛地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怨恨。对啊，出分那天我就填了。对此我淡定一笑。闻言，韩征咆哮着问道：“你既然填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为什么还要跟我们来？”我告诉你们了啊，我劝你们先填志愿再来，是你们不听。我顿了顿，嘴角浮出一抹邪魅的笑。我跟你们来，就是为了看这场好戏，看你们这群蠢货怎么被一个370分的学渣耍得团团转。这句话无异于杀人诛心，他们开始把矛头瞬间指向了我。得知我填报志愿后，他们开始把矛头瞬间指向了我。思妍，你太恶毒了！你早就知道柳如烟要害我们，你故意不说的，你是帮凶，和前世一模一样，永远不会反省自己的愚蠢，只会怪别人不够善良。我是帮凶，我冷笑一声。我提醒过你们，你们骂我小丑，我给你们证据，你们说我恶毒，好人就该被你们用枪指着。我站起来，收拾好我的背包。雨过天晴，山间的空气格外清新。救援队应该快到了。你们慢慢享受你们的复读生活吧。随即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这时叶晨却叫住我，眼中满是祈求。思妍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不想复读，我的分数可以上北航的。帮不了。你不是有证据吗？你把证据交给教育局，说明我们是被陷害的，他们会让我们补录的。见他如此天真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。系统关闭了就是关闭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我看着他，想起了前世他实名举报我的样子。叶晨，你不是说我小气，说我丢人吗？你不是更喜欢你的好妹妹吗？让她帮你啊！闻言，叶晨的脸彻底灰了下去。说罢，我大步走出宾馆。山路虽然泥泞，但已经可以通行。我走得很稳，每一步都踩在实处。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、咒骂声，还有柳如烟凄厉的求饶声。这声音比泰山顶的日出美妙多了。救援队在晚上8点抵达了山顶，一群狼狈不堪的学生和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柳如烟被陆续带下了山。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数十名高考生因荒唐仪式感错过志愿填报。
泰山顶上的闹剧，谁该为他们的前途负责？新闻铺天盖地，家长们要求学校给个说法，教育局震怒，警方介入调查。而我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早早回到了家。爸妈看到我平安回来，松了一口气。新闻上说泰山发大水，好多学生困在上面了，吓死我们了。幸好你没事。我抱着妈妈，我没事，我考上清北了。爸妈闻言高兴坏了，张罗着要请客吃饭，然而我阻止了他们。爸妈，最近可能会有点乱，你们哪都别去，就在家待着。前世的惨剧，我绝不允许再次发生。我把准备好的证据匿名发给了警方、教育局，还有个大媒体，包括柳如烟在厕所里的录音，她进出厕所的视频，还有那段全班统一密码的录音，证据链完整清晰。柳如烟在医院里被警方带走了，她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，因为后果极其严重，影响了几十名考生的前途，等待她的将是牢狱之灾。事情发生后，柳如烟的父母崩溃了，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女儿是个品学兼优的乖乖女，没想到是个考370分还想拉着全班陪葬的恶魔。那些被毁了前途的同学家长，把柳如烟家围得水泄不通，柳如烟的父母赔得倾家荡产，也不足以平息众怒，他们卖了房子，搬离了这座城市，从此销声匿迹。而柳如烟在看守所里却自杀了。柳如烟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，在看守所里选择了自杀。而看管人员发现及时，保住了他的性命。至于那些同学，他们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，愚蠢、盲从，没有判断力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复读，有几个家里有钱的选择了出国。但无论哪种选择，他们的人生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污点。韩征的父母是普通工人，本来指望他考上大学光宗耀祖，结果却弄了这么一出。那个被冤枉的王小雨，虽然洗清了嫌疑，但精神受了刺激，休学了。而叶晨本来前途无量，现在他成了最大的笑话，不仅要复读，还因为和柳如烟的关系被所有人唾弃。他给我打了几百个电话，发了无数条信息，我都没有回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堵在了我家楼下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眼神憔悴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。小妍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当初是鬼迷心窍，被柳如烟骗了。求求你，帮我跟警察说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不想复读，我真的不想。我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就像前世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指责我是小三的样子。叶晨，你真可怜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他前世10名举报我的那条微博图片。虽然这个事件没有发生，但经过我的技术模拟还原了。10名举报思妍，他才是真正的小三。他嫉妒柳如烟，故意不给他填志愿，事情外露后还泼脏水给他，害他被冤枉。我把手机屏幕对到他脸上，看看，这是你未来会做的事情。叶晨看着手机上的内容，吓得面无人色。叶晨看着手机上的内容，吓得面无人色。不，这不是我怎么会这么做？小妍，你相信我。呵呵，我不相信，你和柳如烟天生一对，好好复读吧。说着，我收回手机，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叶晨撕心裂肺的哭喊：思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几天后，全班同学集体在网上发表了道歉声明。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愚蠢，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评论区一片嘲讽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一群巨婴，活该。他们也试图联系我，希望我能出面证明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。我直接把那段韩征骂我小丑，叶晨骂我丢人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舆论再次哗然。原来这个学霸早就提醒过他们，还被骂了，活该！一群白眼狼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这次他们彻底社死，连复读的学校都不好找。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。9月开学，我带着父母来到了北京，清北园的阳光洒在他们脸上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我女儿真有出息。我挽着他们的手走在林荫道上，偶尔我还是会梦到那场大火，但醒来后我不再害怕，因为那些该在地狱里的人已经在地狱里了。柳如烟被判了3年，叶晨复读了，但因为心态崩溃，第2次高考只考了400多分，上了一个大专。他的父母对他彻底失望，不再管他，他的人生一眼望到头，只剩下灰暗。至于其他人，也都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，而我站在阳光下，前程似锦，